说的最有的模型，听这个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毛安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大班翻模的新品6657 MG 德天使高达。本款模型目前的价格是148元左右，参考了一下之前大班力天使80元左右的价位，德天使是27块板件，力天使是16块板件。不过德天使也有几个是小块板件，但是整体的量还算是比较多。什么？你说大班天使套装把支架地台也算上，还有26块板件？没办法，天使这个价格万代都是暴跌，只能记了。德天使算是本身定价不便宜，横向对比的话，这一次148至少没有那么逆天。但如果非要强调盗版是正版1/3的话，那8802和大班酱牛。本款模型的盒子还是大班标志性的长盒子，峰会的话是直接抄了过来，但是上面的文字全部给删除了，只留下了一个6657，侧面也确实没啥东西。当然了，大班的盒子并不重要，大班的盒子对我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比万代的盒子厚实，打包点东西或者是卖废品，可比万代的破盒子好用多了。板件也确实不少，这一大堆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大块板件。配件方面是给了一个大班灯组，没电池直接扔了就行。个人建议另购磁控灯组。这一次没有像力天使一样给大连使贴，给的都是胶贴。这一次的粒子传动带也是需要玩家再裁剪一下。标配的说明书也是给了一份。单独拿出几块板件来看一下，当前这个素质表现，包括细节刻线之类的，还算是比较清晰。单看板件的话，也确实算是大班里边比较不错的水平。但是零件表面会比较油，加上棱角处理会很肉，有点反光的效果，属于是翻模产品的通病。这一次的透明件还挺通透，无论是绿色还是纯色透明件，效果都还不错。但是透明件表面依旧是存在了划痕。白色板件对比万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刻线细节比较宽，而且还会粗一些，并且表面由于很油，摸上去还挺光滑。同时，大班本身白色零件内部也是存在黑色小点的杂质问题，这一次也有，但是从整体来看，杂质没有之前那么多，算是少了一点点。但是也不清楚是不是所有批次都是这样。多层零件边缘的毛色和飞边会很多，同时划痕也会多一些，表面的质感也会比较一般。骨架颜色的零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细节表现和整体的质感也确实比较不错。得益于之前大班力天使整体的素质还算说得过去，德天使整体的零件在大班里边也不算差。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德天使的主体、基因加农炮、光束军刀特效件、支架连接件、纳德雷高达和德天使外甲连接的传导线。MG 德天使因为沿用 MG 力天使的骨架，所以最后会剩余一部分力天使的外甲和骨架零件，数量并不是特别多。另外说一下，本款模型没有像力天使一样提供水贴，我这个是完全贴了胶贴的效果。不过有的时候吧，我确实感觉贴胶贴要比贴水贴爽一些，主要是省事儿。大班的胶贴也还行，比较薄，白色零件贴上去的效果还不错。不过深色零件周围的白边会明显一些。另外就是36号贴纸没有完全裁剪开，需要玩家自行裁剪。14号贴纸颜色是错误的，贴上去都是白色，看不清楚。除此之外，针对胸部太阳螺普色贴纸的文字也是提供了2种可以进行选择。按照说明书的指示，也是优先完成纳德雷高达的拼装。正好手中也有万代的德天使，这里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对比评测。前辈提醒，大班纳德雷高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前脚掌骨架零件开模错误，这个部分是多了一点，需要用水口钳给它消除一下。不消除的话，脚掌是没有办法进行平放的。纳德雷在头部和脖子部分都有大量和原本德天使外甲连接的传导线，后续发售的基地限定纳德雷高达针对这个部分是新规了2个零件，也就是头发后面这2个会更飘逸一些。但是吧，因为毕竟是高贵的基地限定，国内想要买到价格确实比较逆天。2款传导线最大的区别就是细节处理，万代的会更好一些，大班的边缘都糊在了一起，加上尾端也是有一些细节区别。不过毕竟是软胶零件，想要达成基地限定那种状态，直接泡热水给它掰一下就可以了，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。传导线的安装，二者其实都比较紧实，头发后方的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部分会有一个咔的手感。至于前端这4个安插，其实都比较紧，并且当前状态如果不做出调整的话，对整个头部的可动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可动。为了方便展示，这里边我先把传导线给它全部拆下来。万代这个是前几年做的，由于当时技术比较一般，主要就是渗线很容易出现大龙线，这里只作为一个参考。其实单论面向，最大的区别就是棱角的处理和零件表面的质感表现，万代会更好一些。不过在刻线细节表现上，大班的这个也算是达到了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范畴，前提是零件的边缘的飞边再处理一下会更好一些。并且大班的眼睛贴纸是做长了，我个人的做法是直接将眼睛贴纸从中间给它裁开，2只眼睛分别进行粘贴会更好，或者直接选择笔图补色也会更省事儿。天线的棱角处理万代的会更明显一些，二者的天线区别在于万代的末端会有些平，大班的这个会有些尖锐。头顶监视器的贴纸，大班的尺寸要更大一些。大班的红色零件颜色对比万代要稍微深一点，头部2色太阳炉的透明件，大班的颜色也会更深。头顶的镂空结构，大班会有些缝隙，万代的是颜色合缝的状态。头部后方大班缺少了中间这个圆点刻线，并且灰色零件的棱角，万代是梯形，大班是正方形。头部在没有传导线的干涉下，
可动是比较优秀的，并且脖子关节也可以正常抬起，但是大班的这个头部连接会比较松，想要好好摆动作就得加固了。打开胸部后方的钩爪，拆除盖板，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太阳炉。德天使的太阳炉对比前几款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，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。同时这个部分也有提供用来安装发光灯组的零件，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大班的灯组直接扔了就行，有买电池的钱不如买个磁控灯组。两个太阳炉对比最明显的就是中间的凸起，大班做的比较大，并且中间还分层歪了。同时针对这个部分的水口，大班也是有进行更改，但是改的没啥太大用处，正好也是把后面给打开了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大班胸前贴纸的表现，在大文字的部分还算是比较清晰，但是小字部分我肉眼真的看不清了。胸部两侧的天线是可以进行正常活动，驾驶舱的舱门也可以正常展开。小人部分除了坐姿，还提供了两个站姿，一个是驾驶服提子，还有一个女装提子。不过毕竟是大班，我确实没办法要求太多。好在女装提子的造型也还说得过去，并且胸口是没有弹孔。胸部其他部分的刻线，大班比万代要粗一些，而且要肉一些。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甚至有的部分刻线精度还不错，渗线效果也还可以。当初在做大班力天使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胸部前后核松脱的情况，德天使倒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，甚至后续做力天使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，可能也是当年没安装对吧。腰部侧面也有两个透明软胶零件做的粒子传动带，和万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万代粒子传动带的颜色会很淡，并且在不同角度的光线照射下会有炫彩的效果，而大班没有这个炫彩效果，并且也是做成了纯蓝色。至于这个表现吧，其实我感觉这两款都还行，但是大班的腰部侧摆关节会很松，摆动作会费劲一些。然后就是弯腰和后仰的关节以及胯部的连接重新卡损，相比较侧摆关节会紧实一点点，但是整体的紧实度也不是特别好。纳德雷高达的胯部在没有外挂装甲的情况下是啥也没有的，大腿根部还有一个下拉关节，紧实度也还说得过去。纳德雷的肩甲部分会比较小，镂空部分也会有明显的飞边，万代的会更干净。二者对比之下，肩甲的刻线处理大班翻模的还说得过去，比较清晰，但是棱角确实不太行。肩甲也是带有独立的抬起可动，抬起之后也可以看到手臂内侧的零件，大班会露出一部分，并且飞边会比较明显。上臂这里的连接缝，大班的也确实会比较明显。原本大班力天使手臂平转有一个脱出的问题，德天使目前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手肘部分的水口，大班是在正面，万代的是看不见的。对比一下二者的小臂刻线，单论清晰度，我是感觉差不太多，棱角边缘的效果也没差多少。不过大班的零件边缘飞边会比较多，加上零件精度导致小臂这里有缝隙，对比万代还是要差上一些。翻云手的提供也还是力天使那一套，也算是常规表现。纳德雷依靠胸部的引出关节的提供，能够摆出更多动作，不过这个部分的紧实度会比较一般，握持接近降动炮的时候会有一些难调整，其他的部分也算是常规状态。得益于大班的材料也会更加的厚实，把玩起来的安全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纳德雷的腿部造型对比力天使也可以看到很多铜模的部分，对比万代最大的区别就是脚腕前端的装甲，大班阉割了这个圆形刻线，其他的刻线和细节对比和之前的说法是一样的，这里我就不去过多赘述。在纳德雷的膝盖部分是安装了两把光束军刀剑柄，得益于原本力天使腿部骨架设计比较优秀，加上纳德雷着地部分没有其他的干涉，整个腿部的可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，配合胯部的引出关节，各种大范围的动作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包括单膝下跪也会比较自然。但是这个单膝下跪是依靠着膝盖装甲挡在这里才呈现的。纳德雷高达除了主体之外，还有的专用武装就是两个武器，属于审判女神型的真人光束步枪和真人盾牌，尺寸都会比较长，但是设计会很简单，分件也会特别少。光束步枪侧面的握把是可以进行活动，尾端的连接件也可以直接插在手臂的凹槽上，很稳定。光束步枪前端还可以安装光束特效件，盾牌也是同样的操作，连接件直接插上去就完事了。虽然连接件区分左右，但是你要想安装在另外一条手臂上，其实也行，但是这个稳定性会比较差。纳德雷的部分我们就介绍完成了，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装备德天使外甲，看一下素质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。然后这里我比较好奇啊，用大班装万代或者是万代装大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？然后就出现了当前这两个东西，左边的是万代纳德雷加上大班的天使外甲，只有手臂后方的零件和脚后跟是完全没有办法安装上去的，剩下的怎么说呢？也能安装上去，但是像天线这样只能挂上去，还有腿部这种误差比较大的地方，精度确实差挺多。右边这个是大班纳德雷加万代德天使外甲，差的就比较多了。腰部两侧装甲、前襟甲、后裙甲、头顶零件都不行，有的即便是装上去了也会很松。不过对比左边那一个腿部的外甲倒是紧实了不小。那当然了，这个玩法也是图一乐。然后我们正式来适配一下大班的组合样式。
可以看到大班德天使安装外甲的流程还是比较顺畅的，得益于本身德天使外甲组合比较简单，卡损都比较大，安装起来也比较方便。而且不是非得还原德天使的话，像这样只安装部分外甲的拓展玩法也未尝不可。然后我们来简单的对比一下二者在当前状态下的差距。首先来看头部，有一说一，大班即便是在德天使状态下的面相也算是比较清晰。至于面部刻线细节，万代这个当时我深线整多了，有点糊。大班的黑色胸甲安装比较松，需要加固，上方的盖板展开也是正常的。前襟甲正常可动，但是这个部分零件夹的并不是特别紧，需要加固。侧面这个我忘了是什么装置了，带有轻微的侧排可动，对于整体的可动影响还是比较大。后襟甲为固定结构，底端的两个喷口带有一点可动，而且后襟甲和胸部装甲固定在一起，这就导致整个胸部的可动全部都没有了。背包部分中间的圆形零件镂空结构大班是没有做出来，纳德雷的腿部镂空都做了，这里没有做我是没看懂。另外在这里可以看到万代的水口是开在了正中间，大班呢是做成了隐藏，也算是少有的改动还可以的部分。背包的可动以及两侧的真烟火箭炮的可动也都是比较简单，真烟火箭炮还有拉伸结构，并且可以拆除内部的活动握把，单独给纳德雷作为临时武器进行使用。同时这个部分也是作为真烟粒子发生器的存在，侧面是可以进行展开，露出内部的黄色零件，但是展开幅度会比较小，细节刻线也会比较一般。其实单看背包的话，大班这个黑色零件表现和万代差不太多，该缩胶的这两个基本上一个都不少。不过它这样的转折部分，其实二者我感觉都差不太多。另外就是背包的主体并没有设计任何卡损，纯粹的是直接塞进去了，这就导致万代和大班的挂载稳定性都会比较一般。肩甲和手臂的外甲直接套进去就可以了，手肘中间的零件可以进行活动，做出一定让位，但是效果非常一般。对比一下手臂后方的零件刻线细节，大班这几个部分反而会更好。腿部装甲直接3大块零件装上去，这个部分的刻线对比就比较明显了。大班做的会比较粗，万代是特别细，最后也是呈现出了两种效果。脚腕前后两个零件带有轻微可动，侧面装甲和背包一样可以进行展开，这个部分和万代一样都会偏紧。脚部装甲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但是单论脚底板零件，前脚掌还可以，后脚掌的刻线几乎都快没了，不细看以为这个部分阉割刻线了。最后的真烟加农炮大班这个组合度有点问题，会出现白痕，炮整体的质感也会很一般，炮的展开也算是比较顺畅，但是上端黄色零件会沉下来，这个就需要后续加固了。真烟火箭炮的两个握把是可以进行拆除更换位置，实现不同握持和攻击状态，但是这个地方的卡扣不是特别稳，想要调整角度会比较费劲。德天使的手臂在握持真烟加农炮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手腕关节就有点撑不太住了。那么到此为止，这一款模型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。综合来说，也确实算是大班里边质量比较好的模型，但是就目前市场来说，大班德天使确实还是比较一般的。按照我的标准，大班的东西组合度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零件也还说得过去，也能把玩，价格不逆天就还算可以了。我都没指望它能做得多好。本期视频也算是和万代德天使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对比，优缺点其实也比较明显，老三样肉油糊的问题依旧存在，但是整体比大部分范模 HG 要好一些。零件边缘的毛刺飞边会比较多，虽然不影响安装，但是很影响整体的外观，需要再处理一下。再一个就是刻线对比万代要粗一些，最后的效果也完全是见仁见智了。虽然我很想说翻模玩家能接受这个，不玩翻模的可能不太接受这样的套路化，不过回头想想，最后还是看每个人的需求了，所以车轱辘的话就不说了。我的评价是有瑕疵，但是整体确实算是大班里边一个比较不错的产品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